刚到1时你就遭遇未婚妻强势退婚，你先是一惊，然后大喜，压根没想到这么狗血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接就喊出经典的河东河西言论，并且还写了一封休书。别人都以为你被刺激傻了，就连马上要进入仙门的未婚妻也以为你傻了，他头也不回的直接离去，心中想着懒得和一个傻子计较。但只有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穿越又拿着被退婚的剧本，这还不是主角谁是主角？然而你等了3天，金手指并没有预想中的到来。不过没关系，你很有耐心。休书里你写下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不还有着30年时间吗？3个月后，莫非金手指被顺走了？你猛然醒悟，这特么会不会有着提前苏醒的大反派将自己的金手指给偷偷拿走了？现在可就是流行这种专门偷取别人金手指的大反派。于是你开始忙活着寻找金手指的下落。3年后，你一无所获，甚至修炼都停留在原地，这让你的父亲失望透顶，认为你被退婚之后就疯了，决定放弃培养你，转而培养你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虽然资质比你稍微差了一点，但胜在聪明伶俐。世子之争向来如此，等到你反应过来，却已经木已成舟，已经变成了一个弃子。你和父亲苏南大吵一架，离开了家族。你想证明自己就算没有苏家，依旧能成为一方霸主。30年后，现在的你一方霸主算不上，但混成了一个佣兵团的团长，带着自己的小团队狩猎一下妖兽也是过得滋润。想到退自己婚的李清月早就突破到灵文境，还成了天蓝宗长老的真传弟子，你觉得自己是时候要开挂了，毕竟都已经人到中年了，再不来挂自己就真要挂了。难不成我的挂是多子多福？你琢磨了一下，脑海中想起在佣兵团一直跟着你的女子，这是当初离开家族在路上遇到的同样离开家族的少女，名为柳书意。于是当天你就成亲了。一转眼又是30年风风雨雨，你等待许久的多子多福系统没有来，倒是和柳书意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又生了个儿子，天赋都不错，双双如今都是聚灵境，女儿和儿子都在五府就读，未来不必像你一样在佣兵团过着刀尖舔血的生活。你突然想起昨天听说李清月已经突破到了灵海境，还成了天蓝宗的长老，也许现在李清月已经不知道你是谁了吧？而你已然年迈，修为只是巨灵巅峰，也没有同阶无敌的实力。于是带着自己的小团体离开了佣兵团，来到了一个名叫重川城的地方安居下来。在这里你创建一个苏家，邀请各大势力的那天晚上来了个不速之客，看着和自己一样头发发白的弟弟，你忽然很平静。你有恨，但是这恨意已经被时光消磨。那晚弟弟说了很多的话，自从你走后，大娘就患上了心疾，20年前去世了，就在1年前父亲也去世了。他去世前还在念叨着你，想要见你最后一面，可你却是冷漠的拒绝了。望着弟弟苏雪和离去的背影，你摸了摸眼角，湿润润婆娑娑的。另一个苏家你已经回不去了，现在这里才是你的家。那晚你喝得酩酊大醉，末期老年穷，你已经老了，就连柳书意也被你亲手埋了，埋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山头。百年大寿你依旧没有系统，你知道今天是大寿也是大限，好在你的子孙和苏家核心小辈都被送走了。隔壁许家的老家伙突破到了灵文境，重川城内不允许有第二个声音，你站错了队，以为城主会率先突破，结果却被祁连反杀，下场自然是被清算，大门被踹开，有一老者缓缓走了进来，这是许家的老族许拔，灵文境强者。你视死如归，哪怕已经老了，但在佣兵团可没有白待。身后又走出来一个青年，手中拿着几个头颅，看清头颅的面孔，你的脸色变得难看。然后你死了，百年风雨飘零，终究还是族灭生死。依稀间似乎听到那走进来的青年开口道：可惜了，这老头的2个子女和几个长老拼死守护，哪怕提前一步知道了苏家的撤退路线，派去大量的人去围堵，还是让一些苏家小辈跑了。许拔皱眉回道：跑了那就派人去追，安排送出去的苏家弟子一定是天赋出众的，若是成长起来，对于我许家也是一大麻烦。要不是得了一个灵海境强者的传承，说不定覆灭的就是我许家。最后你的意识消失了，不过却没有死透，你发现自己死了后出现在一处奇怪的空间。特么的，许家老狗居然有着这般运道。想到许拔最后说的话，你愤懑不平。不过现在你已经无暇顾及这些，因为你来了金手指。第一是你少年轻狂犯下许多错事，离家出走后历经磨难，建立家族成了老祖开枝散叶，在这世间留下你的痕迹。虽然身死，长川城内依旧流传着你的传说。你这一生也算是精彩，评价白色3星，奖励30逆命点，请选择你的逆命点分配进入第20。资质零可加点，悟性零可加点，家世零可加点，心境5。提示：逆命点可立即使用，也可以攒到下一世使用，但一世过后除了心境外都会清零。看完童子的介绍，30逆命点你一口气全部用掉，其中资质加15，悟性加10，家世加5。一道白茫茫的光闪过，你进入了下一世。北风城的城主姓江名礼，而你是城主之子，不过到了17岁才觉醒记忆。想到前世的苏家被灭门，距今不过20年，许家的老祖还活着，你觉得前世报不了的仇，今世来报也一样。江少爷，老爷找你有事商量。侍女迈着小碎步跑了过来，你点了点头，跟着侍女去见这一世的老爷。宽大的屋子里，江离已经让下人摆好了饭菜，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妇人坐在椅子上等待着你。你见到2人脸上露出笑容，恭恭敬敬道：见过爹娘。王涵玉一把拉过你道：快来坐下，在家里哪有这么多规矩？江离道：先吃饭，有事饭后谈。你乖乖吃完饭，你现在已经启灵9重巅峰了，距离巨灵只有1步之遥，这一枚巨灵丹也许能够帮助你一臂之力。饭后江离拿出一个精致的匣子，里面包装了一枚丹药，正是巨灵丹。一枚巨灵丹可以帮助人从启灵巅峰突破到巨灵境，炼制方法只有那些顶尖势力有，不仅仅价格昂贵，最关键的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江离虽然是一城之主灵文境强者，可想要拿到一枚巨灵丹也不容易。你
心中有些感动。3天后你已经是巨灵境，现在的你还只是17岁。上一世离开家族后，可是足足25岁才走到这一步，现在早了8年，未来可期。突破后，你意气风发返回了凌云五府。凌云五府是天风王国10大五府之一。返回五府后，你修为突破巨灵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毕竟17岁的巨灵境已经称得上天才，就算是天才云集的凌云五府内，也只有一小撮人有着这样的天赋。你也提前进入了内院，选择了一个长老为老师。你选择的长老名为江向阳，是一个灵文7重的强者，比起你这一世的父亲江离还要高上4重。就这样，你又多了一个大靠山。当天就在一群好友的督促下，你举办了一场宴会庆祝进入内门。在他们看来，你这完全就是开挂般的人生，有着城主的爹，17岁巨灵成功进入内门，还拜江向阳长老为师，这不是人生赢家什么才是？然而你只是摇了摇头，他们怎么可能明白你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虽然那是前世。离开酒楼后，你浑身一激灵，你看到了一个熟人，有着故人之姿。这个故人是仇人，还是许家？李密，帮我个忙。你神色认真地看着一旁醉醺醺的男子，男子看着你如此珍重的样子，顿时酒醒了。帮我调查一个人。你用手指着那像是故人之姿的青年。李明是你最要好的狐朋狗友，家族李家在凌云城内也有着几分能量。没过1天，那天疑似故人之姿的青年信息已经摆放在你的面前。果然如此，你面露冷笑，神色凶狠。那天你如孤狼般的直觉没有错，那疑似故人之姿的青年还真是故人之子，就是第一世你死前看到的许长直的儿子，名为许生，比你年长3岁，如今启灵9重，也许快要突破了，但是他再也不会有机会突破。许八，我杀不了你这个老王八，还不能先一步步将你的族人铲除吗？你恨啊，原本死了是可以愿赌服输，问题是现在活了。当初看到儿女和老朋友的头颅被许长直提着，你可是在梦中还能经常梦到，不将许家扬了难解你心头之恨。更不要说许家还有林海境强者的传承，那可是大机缘。林海境在天风王国已经算是绝对的强者了，当初退婚的李清月现在也不过是林海境罢了，这个资质放在天风王国已经极为耀眼，难怪当时要和你解除婚姻，确实有着资格强势退婚，但你还是记仇念念不忘。你们现在不是一路人，李清月已经老了，而你还正值17，你在思考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一个凌云学府的弟子。学府弟子相残一直以来都是重罪，轻则关禁闭，重则逐出学府，你自然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杀。但许生在某次执行任务的途中遭遇到穷凶极恶的歹徒，歹徒刚好和许家有着仇怨，然后许生被打死。这个剧情很正常吧？3个月后，许生被3个黑衣人联手击杀，事情也正如你预料，学院草草了事，认定许生是招惹到仇家。这是武道世界，一个普普通通的学员死了就死了，只有许家家主许长直恨啊，但是查不出来什么线索，这件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可你知道这只是个开始，灭族之仇一条人命可远远不够。敌明你暗，你也不急着复仇，继续在凌云学府开始修炼。1年后，刚满18的你被江离喊回家中，回到家的你看到自家父亲旁边还坐着一个老头。王老看着一表人才修为不俗的你，满意的点了点头。江直，我有一孙女美若天仙，长期在灵剑派修炼，今天刚刚返回北风城，老头子希望你能够带着我那孙女好好在北风城玩几天。你看了看自己的父亲，江离朝你点了点头，如此你便明白了，那姑娘定然貌若天仙，天赋还不差，让江父非常满意，这才将你喊回家。和王老的孙女王白露碰面后，你们都在打量着对方，双方都很满意。这一次没有退婚的剧情，你带着王白露在北风城内逛了逛，接连3天都腻在一起。3天后，2人分开了，约定在天风王国10年一度的年轻一辈大比中再次见面。你又回到凌云学院，孙有李明一脸好奇地看着你，总觉得好哥们回来后变得不一样了。你自然不会告诉他，小孩，咱们确实已经不一样了，咱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你还是单身汪。接下来的日子，你在凌云学院修行更加刻苦，自转世苏醒记忆差不多有着2年半了，也从启灵9重突破到巨灵6重。这1年你19，这样的修行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震惊了学院。学院的长老会商量一番，将你当做灵海种子级选手培养。学院对于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在天风王国10年一次的年轻一辈大比中够取得一个好的名次。你跟着学院长老还有一众学院培养的天才，踏上了前往天风王都的路。孙有李明也跟着你一起跟了过来。支吾，你对于这一次比试有没有信心？我突然觉得压力好大啊！仅仅是凌云五府就有着这么多天才。李明不禁开始迷茫。这2年间，李明也成功突破巨灵境，现在还是巨灵1重。好基友的你已经巨灵6重，他原本以为你已经是天才了，可是五府前去参加年轻一辈大比的年轻弟子，无一例外全部不比你差，修为最差也是巨灵5重。这世间天才本就多如繁星，你抬头看着那苍穹，一个时代只会有一个月亮，其他的所有星辰注定都会被月亮的光辉所掩盖。李明看着有些陌生的基友，心潮澎湃。难道你要当月亮？你摇了摇头道：我只是一颗最渺小的星辰罢了，但朝闻道夕死可以。我若是能见到那月亮，看到武道真正的天之骄子，哪怕是被掩盖光辉也心甘情愿。李明愣住了，这还是自己天天混一起的损友吗？突然变得这么高大上。李明10分有12分不习惯。你认真道：我只是在告诉你不要怕失败而已，这个世界比我们优秀的本就有很多。李明点了点头，解开心结。好基友都不怕失败，他怕个毛。殊不知你还有一句话没说，迟早我也会成为那最为璀璨的月亮，还是独一无二的。1世不行那就2世3世，总有1世自己会活成所有人都仰望的样子。历经奔波，众人终于抵达了天风王都。五府的长老早就为众人安排好了住处，你马不停蹄去见了未婚妻。等到你将未婚妻带给五府的众人认识时，李明的脸黑成了炭。说好的一起单身，你却连未婚妻都有了。你干笑了2声，相信李明会理解你的。凌云五府很待见王白露，但是灵剑派却不待见你。王白露在灵剑派也是有名的美人，虽然不如灵剑派大师姐那种天风王国10大美人之一名声远扬，却有着一种别样的气质，在灵剑派有着众多拥护者。你上门跟捅了马蜂窝一样被一堆人围住，你就是王师妹的未婚夫吗？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只要你输了，你就要离王师妹远一点。灵剑派一个年长的师兄愤怒地朝着你发出挑战，你没有印象？这特么哪里来的中二病傻缺男？你还是不是男人？难道就不敢来一场男人间堂堂正正的对决？我输了，从此消失在王师妹的视线中。你要是输了，那就和王师妹解除婚姻。灵剑派的师兄穷追不舍，咄咄逼人，似乎这样就能够打压你，让他在王白鹿心中的形象变得高大。我只是觉得王姑娘何其无辜，被你这样的家伙当作赌注。你要比武，我自会印象，但是我不会以我未婚妻为赌注。她不是货物，她是我未来的妻子。你这一句话赢得了灵剑派刮目相看，王白鹿的美眸也是异彩连连。被落下面子的灵剑派师兄恼羞成怒，朝着你出手，却被你一招制服，震惊所有人。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懒得知道，二者间压根不是一个段位的。灵剑派长老亲自向你赔罪，并且保证灵剑派不会再有人刁难你。灵剑派上下也都对你佩服，态度来了个大翻转。他们认定你定然是武道大比上的一匹黑马，会在武道大会上取得优越的成绩。到时候不知道会有着多少王公贵族抵你送上门来。王白鹿也发现这个问题，自己这个未婚夫优秀的过分，要是出名了会不会给他一封休书？所以在武道大会开始的前夕，王白鹿时刻都和你在一起，一直到武道大会开始，王白鹿才给你自由的时间。你觉得自己这匹黑马要陨落了，已经被炸成了一匹瘦马。不过还好，累虽然累了一点，你前世好歹是厮杀一生，游走在生死边缘，战斗经验可不是这些初出茅庐的小年轻可以比的。一路上你成为了武道大比的一匹黑马，杀入了众多势力的视线。张元，你们凌云五府倒是捡了个好苗子啊！众多势力长老聚在一起，对凌云五府实名羡慕。19岁巨灵6重，不仅仅如此，居然还越界战胜了一个热门前10的选手天蓝宗南宫梦，21岁，巨灵9重巅峰的修为，天蓝宗长老李清月最引以为傲的弟子。你不过是巨灵6重，却凭借着悍不畏死、勇往直前的武道精神，硬生生杀的南宫梦主动认输。经此一战，你名扬天下，被外人取名为武道疯子。此刻身为天风王国黑马的你正躺在床上，你感觉自己的身子都快要散架了，每一寸肌肤都仿佛被人在用刀割裂。凌云五府一张张熟悉的脸庞都在紧张地看着你，王白鹿紧紧握着你的手，眼眶里不断地滴着小珍珠。床榻湿哒哒的，女人果然是水做的。你违心地安慰众人道：“已经没事了，我已经醒了。”众人看着你惨白的脸色，10分有12分不相信。你只得扯开话题：“我和天蓝宗南宫梦一战，最后是谁赢了？”提到这个，众人这才滔滔不绝起来。那当然是江师弟你赢了。一个相貌姣好的学姐看着你，双眼放光，你感觉手有点又滑又嫩的，冰凉中又不失温热。原来是王白鹿将脸凑到你的手上，是在宣示着主权，惹得你哭笑不得，就连身上伤势带来的伤疼都减轻不少。现在王都内都在流传着江师弟你的传说，那南宫梦可是前3的热门选手，却败给了江师弟，无缘前10。一个师兄插嘴道，语气中对于你满是敬佩。江师弟的武道精神值得敬佩，这才是武道的样子，勇往直前，不畏生死，让人热血沸腾。又一个师兄推崇道已经被你给征服，实际上你心中疼得嗷嗷直叫。狗屁的武道精神，你之所以这么拼命，完全因为南宫梦是李清月引以为傲的弟子，前世李清月退婚的样子还被你牢牢记在脑海中。李清月你是打不过，难道还打不过他的弟子不成？你实在是太牛逼了。南宫梦可是年轻一辈10大美女中的梦仙子，居然被你打哭着认输。李命满脸崇拜，直呼牛逼。看着好基友扬名立万，他浑身激动。苟富贵勿相忘，好基友荣辱共，你则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脑海中扣出这么多问号，有这么一回事吗？一个天骄要是这么被打哭，实在是太过于天方夜谭。你这个当事人咋不知道南宫梦被打哭了？你缓缓道，什么时候的事情？南宫梦也是武道天骄，不至于被打哭吧？李明信誓旦旦道，现在大街小巷都在谈及这个事情，现在有着不少势力的年轻俊杰准备联合起来找你麻烦。你心中有着1万种特殊植物路过，天风王都的赏赐也还算丰厚，一次灵池修炼3天，一枚青色的灵纹，还有一个玄阶下品的武器。3天后你的修为也更进一步，跨过巨灵7重来到了巨灵8重。离开灵池，你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个令无数人朝思暮想的美人。要是没有那几欲杀人的眼神就好了。你暗道不妙，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被你击败的南宫梦。我要挑战你。南宫梦很不服气，大街小巷都在传遍他被凌云五府的疯子打哭认输离场。认输他南宫梦认下了，毕竟他不和疯子计较，但是他南宫梦没哭。南宫梦要证明这一点，他要击败你一雪前耻。你绕开了路，现在你的修为已经突破到巨灵8重，击败南宫梦并不难，但你不想出手。南宫梦怒了，他决定霸王硬上弓，直接提着剑就朝着你砍去。看着冷冷清清的，居然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母老虎。你小声嘀咕了一句，一字不漏的落在了南宫梦的耳中。随即你提起长剑，剑尖绽放寒芒，寒芒抵在了南宫梦的头颅。你收起长剑，摆了摆手，小丫头，你还是等着踏入灵纹境再来挑战哥吧。南宫梦愣了许久，眼眶中蓄满了小珍珠，滴答滴答。那一天王都再度震动，有传言孟仙子被江辰始乱终弃，伤心欲绝，哭了整整1天，引得天风王国年轻一辈嗷嗷待哺，叫嚣着要让欺负孟仙子的人付出代价。时光东逝水，转眼即3年。这1年你22，虽然有着不少南宫梦的追求者来找你的麻烦，可都是小麻烦。你再怎么说也是凌云五府的种子级选手，不过3年过去，你的修为却卡在了巨气9重，有着武道大会上王宫发放的灵纹，也还需要1、2年才能跨入灵纹境。同时代前10的天骄，除了你都已经尽数踏入灵纹境，你的天资终究还是不如那些人。就连当初被你轻易击败的南宫梦，听说也在数个月前踏入灵纹境，还是有着蓝色灵纹。天风王国内有着蓝色灵纹的人屈指可数。你突然想起南宫梦，倒不是想念他了，而是想起自己3年前说的话，当时不过是随口的装逼话，感觉很应景罢了。南宫梦应当不会将自己那句话当真了吧？你琢磨了一下，不是凭空想起这个，而是因为明天和王白鹿的感情长跑迎来了结尾，明天就是大婚之日，你不想要发生变故。你扭过头打算返回府内，一抹亮眼的紫色映入眼帘，你不语，低着头看着脚尖一味的加快脚步，突然感觉脖子凉凉的，一柄冰蓝色的长剑架在你的脖子上，你僵硬的抬起头，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庞正冷冷的看着你，一只手拿着一把剑架在你的脖子上，你干笑一声，南宫姑娘好久不见。南宫梦不语，只是冷冷的看着你，看得你心底直发毛。
你摸出一张红色的喜帖递了上去。南宫姑娘，明天就是江某大婚之日，江某邀请南宫姑娘前来一观，还请赏脸。喜帖被南宫梦接过，然后一点幽光在她的手上化作灰烬。你可还记得当初自己说过什么？南宫梦语气冰冷，你当然知道，但是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忍。你无辜道，南宫姑娘，江某当初说过什么话值得你念念不忘？我要挑战你，不接受挑战我就阉了你。南宫梦说出来的话很冷，你不怀疑有假，觉得南宫梦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事关兄弟性命，你不得不重视。众所周知，你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尤其是兄弟情。你出手了，你挨揍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别看那小手水嫩嫩的，揍起人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含糊。你狼狈的起身，南宫梦早就不见了踪影，原地留下了一个玉瓶，玉瓶下面用着剑痕写下歪歪扭扭的2个字：两清。你上前将玉瓶打开，里面居然有着一枚3品疗伤丹，一顿皮肉之苦换来一枚3品丹药，似乎还挺值的。你嘀咕了一句，心里好受一点。没想到南宫梦是个大方的小心眼，细心的暴力狂。你回家恰好遇到老爹江离，他一脸好奇道：身上怎么多了这么多伤势？你抬头闷闷的回了一句：不小心摔的。江离不信，摔的怎么还会有拳头的印记？你只得无奈开口：路上遇到一位前辈需要陪练实验新的功法，给了我一枚3品丹药。江离满脸狐疑，在你拿出丹药后，虽然还是疑问重重，却还是姑且相信了。被打一顿受点皮外伤就能够获得一枚3品丹药，这样的前辈我怎么从没有遇到过？江离琢磨了一下，觉得你挨的这一顿打很值，要是多遇到几次就好了。翌日你的伤势已经尽数消除，婚礼当天高朋满座，许许多多的人赶至北风城，有你在凌云武府认识的学长学姐，还有自己的老师江向阳，乃至武府的副院长都来了，也有天剑山当初的年轻一辈和王白鹿的师长，亦有李命这些狐朋狗友，还有曾经在问道大会名列前10的天骄。江离被这场景吓了一跳，其中不乏身世显赫连他都要仰望的存在，这些存在都对自己的儿子很是客气。王家老爷子则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觉得这是他一生做过最明智的决定。你的潜力不止于此，他王家也会跟着发达。月色朦胧，正是洞房花烛的大好时机。来到王白鹿的门前，你抬起头，那远处和月亮并肩的高楼上，似乎有着站着一个紫色的身影。你眨了眨眼，那紫色消失不见，应该是错觉吧？你觉得是自己酒喝多了出现幻觉。夫君，轻盈的呼唤从屋内传出，你不再迟疑，打开了房门走了进去。又是1年过去了，你成功踏入凌文境，前世你一辈子都没有突破凌文境，今生仅仅23岁就突破到了。许家，你面色很冷，依旧记恨着许家的灭族之仇。要是让许家走掉一个人，你都不痛快，不过还是得等等。凌文境一重贸然动手，要是被许家的老家伙拖住，恐怕会让许家跑掉许多人。你要的是整个许家上下鸡犬不留。突破凌文境后，你回到了凌云武府，引起了一番轰动，也得到了大量的修行资源，这是你的目的。就这样，你继续开启了闭关。2年后，许家老爷子迎来了140岁生辰，许家各脉都回来为老爷子庆生。一时间，许家上下张灯结彩，但没有人注意到你在角落里阴恻恻地看向许家方向。你要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你的身影很快，在你的身后隐约有着震动声传来，一位位整装待发的武者跟着你进入了许家，为首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许家大院，你展现凌文境的实力，一路杀了进去，这也让他们反应过来，连忙聚集大量武者。阁下何人？为什么要对我许家出手？开口的是许家的一个中年男子，其名叫许长远，是许八的小儿子。你步伐轻慢，消失在原地。等到许家众多武者反应过来，你已经来到了许长远的面前，直接一剑砍下了他的头颅。周围许家嫡系悲痛万分，招呼着为许家卖命的武者和你拼命。你随手砍了几个不怕死的，吓得众人连连后退。你没有继续出手，对这些人出手完全是浪费元气，交给苏家就行了。没错，你找到了前世所在的苏家，找到了苏家的家主，也是自己前世的弟弟苏雪河。前世你死后，苏雪河偷偷找到了你和几个老友的后代藏了起来，这才让许家多年来找不到行踪。你是他的亲哥哥，是他自父母大娘死后唯一的亲人。然你被许家所杀，他焉能不恨？而你调查发现自己后代被苏雪河收养的那一刻，你心中是百味杂陈的。但是你很欣慰，苏雪河比起你更适合当一个家主，所以你隐瞒身份找到了苏雪河合作。你的目的是要许家一个机缘，许家其余的物品都可以交给苏雪河，也算是对于前世家族的补偿。所以在你朝着许家内院逼近的时候，苏雪河带着苏家大量的人员杀了进来，不由分说直接开始屠戮模式，新仇旧恨唯有族灭生死方可摘消。你一路杀到许家内院，路上又杀了好几个许家嫡系的后代，只要你感觉相貌有着3分像那就杀，然后提起头颅，头颅提不下了就挂在腰间，就如同一个从地狱而来的修罗。不久你看到了熟悉的人，许家当代家主许长直，和记忆中最后一眼的青年不同，许长直也到了中年，成了许家当代家主。许长直踉踉跄跄，他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头颅，脑袋轰隆的一下晃动，感觉天地都在旋转。你欣赏着这一幕，平淡道：看来我没有杀错人。许长直嘶声吼道：我要杀了你！许长直冲了上来，却被你一把捏住脖子，直接一掌废掉许长直的修为。你没有立刻杀了他，而是带着他找到了许家的老家伙许八。阁下到底和我许家何仇何怨？许八悲痛的惨叫一声：临海传承在哪里？说出来我也许还能放过手上的这个家伙一条性命，给你许家留下点香火。你语气冷淡，许八想要上去和你殊死一搏。你感知到这老家伙的想法，脚下一阵凌文境3重的修为尽数爆发。许八绝望了，他本就高龄气血走了下坡路，哪怕拼死一搏也不一定能将其重创。许八老泪纵横，已然是有了决断。阁下可否立下誓言，若是老夫将临海传承交出来，阁下所说的话要作数。你点了点头道：我只是为了临海传承而来，得到传承给你许家留点火种也并无不可，若有违背武道当止步于此。许八得到想要的结果，返回屋子中取出一个兽皮，兽皮上撰写着古怪的符文，还有着许家这些年来破解的翻译。你看着如此卖力的许八，回想起那段斗智斗勇的时光，甚至都有点想要放过他了。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你前手收下临海传承，然后在许八刚想要接过许长直的时候，一剑砍掉了许长直的头颅。许八说不上话来，心如刀绞。他耳边传来熟悉而又冷淡的声音：苏家你还记得否？当时你灭苏家的时候，可曾考虑到老幼？如今不过是有人来讨债罢了。许八瞪大眼睛，
你不得好死！你违背武道誓言，你终将会被万鬼噬体。我许家上下会在黄泉路上看着你。许八惨叫一声，被你诛杀，将所有头颅整整齐齐摆放在一起。大仇得报，你沉默了良久，最后只是轻声道：我不会下黄泉，就算你在黄泉路上等到黄泉水干涸，也等不到我。你离开了，宁愿断前程了。你要好好去过今世的生活，还要去看一看那武道更高的地方——北风城。你看着喋喋不休缠着自己的女儿，嘴角扬起，女儿名为江明月。你还打算和王白鹿生一个儿子，取名为江浩。自从覆灭许家后，凌云武府投资的资源已经消耗完，没有资源，你的修为提升越来越慢。4年过去，修为也不过是堪堪突破灵文4重。值得一提的是，许家得到的传承也被你破解1/4，那压根就不是林海境强者留下的传承，而是一个通玄王者的传承。可惜只有上篇，要是再给许家数年时间，你这辈子是别想复仇了。凭借着通灵王的传承，哪怕只是1/3，许家注定能够混得风生水起。好一个谨慎的许家，好一个许爸，好一个许长直。你总算明白为何许长直引以为傲的儿子许生死后，许家都没有大肆调查和宣扬，反倒直接压了下来。这天大的秘密，要不是你这个转世之人，还真能让许家崛起。现在这个秘密属于你了，你也只敢打着闭关的借口，偷偷摸摸的破解通灵王留下的传承，丝毫不敢声张，出关就挖个坑埋了。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你手上有着一个通玄境传承，这一世的江家恐怕和许家下场差不到哪里去。饭桌上，王白鹿看着你轻声道：夫君最近可是有着什么心事？在一起相识12年，王白鹿岂能看不出最近几天你的状态很不对劲？你轻叹一声，南边又起了战事，苍蓝王国进攻天风王国，已经接连攻下数个城池。江父和江母都很诧异，这小子今天开窍了，居然开始关心起来家国大事。王白鹿轻声一笑：夫君是对于王氏提出的资源要求心动了吧？你点了点头。这一次对于战功卓越者有着爵位，你想参军，乱世出英杰，你想要换取修行资源，给这一世的江家留下更好的修行条件。王白鹿语气果决：夫君想要做的事情，那就去做吧。你很诧异，还以为王白鹿会阻拦自己。感受到你诧异的目光，王白鹿笑了笑：夫君莫不是以为白鹿会阻拦你？别忘了我王白鹿也是出自灵剑派，我不是夫君的累赘，我是夫君的贤内助。夫君也不应该一直埋没在一个小小的北风城。你思绪万千，很感动，最终还是决定去参军。为了修行资源，为了江家能有一个更高的修行起点。当你做出这个决定后，倒是遇到了不少熟人，尤其是许久未见的李密。自从大婚之后，足足有7年你们都没有见过了。我真的好怀念当初在吴府的那段时光，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们喝酒吃饭，无忧无虑，累了就去逛逛窑。李明还想继续回忆下去，一个巴掌落在了后脑勺，疼得李明惊呼一声。刚想要询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却发现侧耳倾听的王白鹿。李明浑身打了个激灵，心中暗道好险，你也松了口气，差点就性命不保了。这呆子真是什么都往外说，累了就去逛逛街。李明干笑2声，将话说完，你这次一定要扬名立万。李明取出一瓶丹药递给你，送上祝福。一瓶丹药里面有着5枚3品丹药，你很感动。这家伙主持李家中饱私囊的钱财，恐怕是全部拿来买了这5枚丹药。你走了，没有人注意到远处有着一个紫衣女子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你的运气很不错，玄甲军的主帅林清风听说过你的名号，所以你一路扶摇直上，短短30年便获得封赏无数，更是被封为伯爵。深夜你时常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刽子手，步入战场之后才发现，前世在佣兵团的打闹，自以为是的心狠手辣，在真正的战场上完全是个笑话，所以你的心更狠了。一路上开挂般的扶摇直上，这一切不是因为你很牛逼，而是因为看中你的主帅很牛逼。前些时日玄甲军主帅遭遇刺杀，命悬一线，说是还有救，但是你明白那位老人的性格，恐怕早就凉透了。要是还有一口气在，岂能让一些阉党在这瞎急而指挥？一个灵海9重的强者被人在营地内刺杀，没有点猫腻这谁信啊？15年前，在玄甲军主帅林清风的带领下击败了苍蓝王国的部队，从此名震天风王国。林清风主帅想要趁机一举歼灭苍蓝王国军队，却被朝廷教廷选择了放虎归山，理由是只要打败了侵略就行，两国依旧是好盟友。气得林清风主帅当场回了老家。现在15年后，苍蓝王国休养生息完毕，撕毁条约再次来犯，林清风主帅再次出山，刚打一场胜仗就被刺杀。你默默地撒了一壶酒，算是为林帅送行，感谢他的知遇之恩。第2天传来了军令，你被调到了另一处边境，好几个同袍好友找到了你，商量道：江将军，我们反了吧？你拒绝他们的要求，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不叫反，这叫脑子坏了。这个武道为尊的世界，几个灵文境竟然凑合谋反，王国直接派一个灵海境统统收拾了。在之后，你听到那群阉党节节败退，差点让苍蓝王国的军队长驱直入。最后王室出动了2位灵魄境的强者，让苍蓝王国退了军。灵魄境那是灵海境之上的存在，天风王国也没有多少这样的强者。你草草的关注了一下战事，就不再理会。你已经被打发走，成了个混日子的。大局也不是你这种人能够决定的。倒是桌子上一封封的书信，让你脸上露出笑容。这些年，王白鹿又给你添了2个儿子，大儿子名为江浩，小儿子名为江平安，女儿江明月，大儿子江浩都成亲了，小儿子江平安则去浪迹江湖当了个游侠。你很开明，不论儿女做什么选择都支持。一旁还有着凌云武府寄过来的信件，有恩师江向阳的，也有曾经一起在武府就读选择留下的朋友。听闻你被贬，连忙询问近况。除此之外，还有着李命送来的信件。年近60的李命娶妻了，他想要你能够抽空回去参加一下他的大婚，没想到这一别就是30年。狗屁，这小子一定是在骗我！60岁的糟老头子还诱拐人家小姑娘。你嗔骂一声，觉得李命这小子真不要脸。你大书特书，恶狠狠地写了一段辱为禽兽、羞与辱为伍的话。写完之后，你琢磨了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修修改改，又全部撕掉重写。最后洋洋洒洒的只剩下一行：好好生活。为兄的心意在这。你取出陪伴着自己多年来的功法玉简，这玉简里有着当年翻译的通灵王功法。自从参军之后，这功法翻译进度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过破解一半，这一半也够了。理论上修炼到灵海境没有问题。你轻叹一声，将贺礼包装好，让亲信送了过去。这座城市囚笼，你已经离不开这里了。前些时日，林帅的心腹密谋造反，结果无一例外全部被诛杀，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密谋造反不造反的你不知道，反正你离开这下场
场不是死估计也好不到哪去。特么的阉党！你心中再度怒骂一声，好不容易顺风顺水，突然变得跟阶下囚一样，你很不痛快。又是10年风雨过，你已经年近70，你是灵魂巅峰的强者，70岁不算啥。虽然受过大大小小的伤，活不到300岁，但活个200岁还是没啥压力。就在昨天，苍蓝王国又重振旗鼓入侵天风王国，你不知道上面那些人脑子在想些什么？这特么跟狗皮膏药一样，还没休养多久就又来打一场，天天一盒，你妹的是和平鸽啊！最让你生气的还是摆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报。天风王国军队节节败退，大量的领土落入苍蓝王国的手上。你对于天风王国无感，但也不想自己亲朋好友沦为王国奴。将军，有一句话小的不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你的心腹犹犹豫豫道，不知道该讲不该讲，那就别讲。你果断让他闭嘴。将军，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们投靠苍蓝王国吧。以将军的才能，在那里定然能够得到重用。江大人、古大人、韩大人，他们都死了，我怕将军也不如其他大人的红尘。你看着鼓起勇气的亲信没好气道，你小子也不怕隔墙有耳被他人听了去。苏一摸了摸脑袋，傻笑道，我知道将军小心谨慎，不会让他人轻易接近。将军，然而在世不建立一番功绩，轰轰烈烈，岂不是枉来这一趟人间？苏一目光炯炯，他清楚自家将军心中其实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你平静下来，心道这小子不愧是自己的心腹，连老子早就想反的心思都摸得一清二楚。行了，你小子先回去休息吧。你语气平静，却是令苏一神色大喜。将军没有发怒，岂不是认同了他？在苏一转身的刹那，他听到耳边身后传来铿锵声，下一刻他失去了意识，你面无表情地看着尸首分离的亲信，暗道自己老了，居然连一个灵纹6重都要担心能不能瞬间拿下。你不想闹出动静，选择了偷袭。苏一说的话没错，你早就想反了，但是你不能。你在天风王国有着妻子儿女，有着父母，有着师友，一旦反，和你关系亲近的人全都得死。这么多人，就算投靠苍蓝王国也运不过去。这一世就这样过吧，下一世再好好算账。你将苏一埋了。苏一太过于了解你，你叹了口气，都告诉你小子了，不当讲的别讲。又过去3个月，有着一条坏消息传来，玄渊军全军覆没。这是一个完全和玄甲军齐名的军团，现在苍蓝王国的大军长驱直入，逼近你所在的边关。特么的，在这闹呢！100万大军3个月没了，你脑血栓了？真特么逆天操作！最关键的还是上面的意思，什么正在调动援军，希望你这能守上1个月。守你妹呢！就一个年老体衰的林海境，除此之外，最强者就是你这个灵纹9重天。当天晚上你就闭关准备突破林海境，通灵宫有秘法能短期突破，就是活不长而已。原本再有20年突破林海境稳稳的，完全不需要如此极端。现在无所谓了，左右都是死，不如突破林海境多砍几个人。你闭关没有多久，苍蓝王国就有着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你所在的关口，坚守10天，老林海境城主直接被活活打死，众人心中悲哀。虽然那老不死的中饱私囊，时常克扣他们的修行资源，是个老扒皮，所有人都恨不得他死，但不是现在死啊！守城大将内心拔凉的，这守城阵法失去了主心骨，完全拖不了多久。然而就在即将城破的时候，原本暗淡无光的阵法猛然运转，诛杀了数千名苍蓝国的将士。一道雄武的身影踏空而来，一手托起原本即将熄灭的阵法核心。你还是在关键时候突破林海境出关了，而你从未感觉到如此美妙，像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抬手就足以开山断江。苍蓝王国的第一波进攻总算是扛住了，众人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跟你叽叽喳喳说起了战斗的惊心动魄。当众人说到周扒皮最后拼死敌军一位临海大将，还重创一位临海大将后，你也不由得肃然起敬，这老扒皮死的还当真英烈，可惜连个碎肉渣子都没有留下。你等人只得拾取旧物，为周扒皮立了个简单的衣冠冢。你对于周扒皮的印象很差，双方其实并不对付。但是当周扒皮得知你有把握拼死突破林海境后，将身上所有的修炼资源全部给，并且嘱咐将士，他死后你就是这座城池的唯一领班人。周扒皮虽满身瑕疵，临死前倒是做的一次无瑕。下一次苍蓝王国派出的军团肯定会更强，援军还有20天到。你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还有父母，还有素未谋面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我一定要撑到20天，这是你的信念。10天后，苍蓝王国又重新派出大军攻打你所在的城池，这一次黑压压的一片，少说有着5、6万人，为首的还是3个林海境将军，3个林海境强者拖住你，其余苍蓝大军和城池中守军及居民交战。那一天，天昏地暗，横尸无数，整个城池都被染成血城，连绵不绝的雨水冲刷出一条充满腥臭的血河，最后以你爆种干掉一个林海境，重创2个林海境强者而告终。终于还是守了下来，你嘴角艰难地扯出一抹笑容，然后直直昏倒过去。这一昏迷就是5天，5天后你醒了，距离援军只有最后5天了。深夜，幸存的人都在一起畅想着战乱结束后的生活，你心中也在畅想着活着回到家的场景。可众所周知，外出的游子想要回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又过去5天，别说援军了，就连支援的信报你都没有看到。你不用想就知道，一定是朝堂上的阉党在捣乱。苍蓝大军已经将城池包围，用不了多久就会发起最后一波总攻。你惨笑一声，知道自己这一世恐怕要到此为止了。你看着伤势未愈的众多将士大吼：“诸军可愿意陪本将死战？”剩下来的将士悲戚地看着自家将军：“将军，俺想要回家，俺已经有10年没有回去过了。”在战场上厮杀，连胳膊被人砍下都未曾嘶声一句的汉子，此刻低着脑袋发出野兽般的嘶吼。你的眼睛暗淡下来，算了算时间，你已经有20年未曾回去了。虽然每年都有亲人来看你，江兄，你说朝廷上那群混蛋玩意真的会派人来救咱们吗？宋风盯着你的脸，你面色平静道：“会的，一定会的。此战活下来，我们会名扬天风王国，我们的后代将有着数不尽的荣耀，我们的家人将会享受最好的待遇。”宋风咧嘴一笑：“那我就相信江兄了。若是最后我死了，江兄还活着，还请江兄将我的遗体带回去。活着回不了家，死了总得让尸体回家吧，这也算是落叶归根了。”你斟满1碗酒递了过去，笑道：“若是我江某死了，还请诸位也要将我的尸体抬回去，毕竟20年没有回去了，我也挺想家的。”众人纷纷占满1碗酒，一饮而尽。翌日，10大林海境强者带着大军而来，你持枪立于城头，目光平静，身后一位位将士早已经有着死志。双方没有言语，一场大战彻底爆发。说是大战，实则单纯是碾压。
家，你不是天命之子，至少这一世不是。面对着10位灵海境强者不讲武德的围攻，纵然是有城池内的阵法助力，依旧是很快不知浑身血肉模糊。你清晰地感觉到生命力在流逝，满城皆死尽，只有你一个人。现在你也要死了。你觉得自己眼皮子越来越沉重，视线越来越模糊，前世死得太快，都不知道一点一点等待着死亡是个什么样的体验。今生也算是弥补了前世的遗憾。你这个混蛋，你不能死！隐约间，你看到远处的方向有着熟悉的紫色身影冲破苍蓝王国大军的阵法，你感觉自己被人抱了起来，一滴一滴的水滴打在你的身上，你已经看不清来人的相貌，呢喃道：“是援军到了吗？”你听到耳边的呼唤声渐行渐远，似乎有人在嚎啕大哭。最后你失去了意识，醒来后你再次置身于神秘的空间之中，所经历的像是一场幻梦，但是脑海中的一幕幕告诉你那不是一场梦。蠢蛋！你低低的骂了一句，没想到半辈子没见的南宫梦居然孤身一人杀入敌军。天蓝宗是干什么吃的？李清月死哪里去了？特么的，居然能让这么个蠢蛋乱来！你再次骂了一声，两国交战起势而戏，你不知道最后南宫梦有没有杀出重围。第二是你少年天才早早成名，并且报得前世血仇，解开心结，得到造化，修为突破资质极限，夫妻和睦，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血脉，参军入伍，立下战功赫赫。后来虽然被小人排挤发配边境壮烈而死，却也在天风王国留下你的故事。你心中唯一的遗憾是年少时走得太快，没有太过于细心观察周边的人。评价白色9星，逆命点90，上一世30逆命点就取得那样的成绩，下一世90逆命点，那不是王炸开局？你琢磨了一下，资质很重要，加了40点，悟性也重要，加了30点，最后剩下20点，你将其加到了家世。做完这一切后，你果断选择重新开启下一段人生。一间屋子里摆放着各种华贵的物品，你看着自己白白嫩嫩的手掌，不知道是喜还是忧。这一世你9岁觉醒了记忆，比起前世整整早了8年，而且居然投胎到天风王国的王室血脉，晦气！你这一世还想要找天风王国算账，特么的一堆逆天操作。不对，这天风王国居然还没亡国，你惊了！苍蓝大军明明势不可挡的才对，你要了解一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即你走出房屋，迎面而来的是一个满脸笑容的少年。九弟，你这是要去哪里？少年名叫风子安，是你同父异母的哥哥，排行老3，去一趟藏书阁，找一门武技修炼。你随口答道：“九弟需要修炼武技，让下人去取来修炼就是，何不亲自去一趟？”风子安有些困惑，随后带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画本，嘿嘿一笑：“九弟，这些可都是为兄珍藏多年的好东西，修炼那武技有什么好的？岂有探讨人生真谛美妙？”你瞥了一眼，心道：“我还只是个9岁的孩子，你让我看这些粗俗之物，不过你还是乖乖道：多谢三哥，这些礼物九弟就收下了。”说完，你飞快地将那粗俗之物收下。风子安眼中不易察觉出一抹喜色，既然九弟喜欢，那么三哥就多为九弟搜寻一些人生真谛的画本。你笑着点头，一大一小和睦融洽。等到风子安离开后，你脸上的笑容瞬间冷了下来。特么的，老子就说这副身体为什么还只是启灵3重的修为？5岁开始修炼，这个时间段应该至少是启灵6、7重的修为才对。世子之争恐怖如斯，你还是去了藏书阁。藏书阁内不仅仅有侯府记载的功法秘籍，还有各地所发生的事迹。一个白发老头看到你独自一人到来，显得有些惊讶。九公子这是开窍了。他记得九公子一直都不太喜欢来藏书阁这样的地方，可惜了九公子的天赋。你则是略微惊讶，藏书阁老头的实力居然达到了灵海境，前世费尽千辛万苦才达到了这个境界。不过想到藏书阁的重要性，你也释然了。1个月的时间就修炼到了巨灵境，这份修炼资质在我天风王国的记载中只出现过一次。靖海侯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多谢靖海爷爷夸赞。你小小的身子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模样煞是可爱，引得靖海侯越看越喜欢。不过靖海爷爷，天风王国记载的第一天才是谁？靖海侯笑呵呵道：“那是一个神话，相传我天风王国的建立就是和那位有关系。我封氏太祖和那神话般的男子交好，帮助太祖一同推翻前朝统治，建立天风王国。就连太祖曾经也说道，他远远不如那位的修为，他见到那位如同池中鱼见到广阔的天空。”你目光闪烁，一国太祖无疑是一个传奇，却如此贬低自己。那位大人如今还在我天风王国前修吗？你好奇问道。靖海侯摇了摇头，自从那位神话帮太祖建立天风王国后，孤身一人前往更加广阔的天地，就此了无音讯。你眨了眨眼睛，心中惊喜，这样的大 boss 居然不在天风王国，天助我也！脸上却是蔫巴巴的，似乎很失望。靖海侯笑骂道：“你这小家伙，莫非还想要打那位神话的主意？是嫌弃老夫修为还不够教导你不成？”你连忙摇了摇头。靖海侯爷爷在晨儿心目中可是天风王国的第一强者，是我天风王国的顶梁柱，是最伟大的人，是我封氏的第一勇士。靖海侯笑的嘴角都快裂开到耳根，还是你小子油嘴滑舌，老夫可没有你说的这么好。你趁机打铁道：“那帮助太祖建立王国神话般的男子到底是什么人？”靖海侯心情愉悦，也是将这一秘辛告诉了你。那神话般的男子啊，他就叫神话，李神话，是那李家的神赐之人。一转眼5年过去了，你在靖海侯的教导下修为迅速攀升，很快就达到了灵文1重。14岁的灵文1重说出去近乎吓死人。这一年靖海侯琢磨了一下，直接将你送到了天风五府磨练。现在靖海侯府这一脉，你则是毫无疑问的少主，甚至很多时候少字都能够去掉。靖海侯府所有明里暗里的力量，你都能直接调动。你这一世内废物父亲完全就是个摆设，在靖海侯看来，你才是继承人。再次来到王都，你感慨万千。这一世你的身份和天赋都站在天风王国的顶点，若是能够慢下来细细走完这一世的路程，也许是个美满的一世。可惜你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前世的画面。小侯爷，天风五府到了。管家站在车辇外小声提醒。你缓缓走出车辇，车辇外围绕了众多天风王国的导师还有学子，都好奇地看向那华贵的车辇。那里是天风王国第一天才。自从那日之后，你就在天风五府就读。作为天风王国的第一五府，底蕴不言而喻，其开创者和靖海侯一样，都是天风王国10大强者之一，有资格在这里学习的无一例外，体内都流淌着天风王国那些顶尖权贵的血液。小侯爷，风红羽公子送来请帖，想要请你参加宴会。一个相貌清丽、知书达理的女子站在你的身侧，恭恭敬敬地开口询问。你瞥了一眼女子手上的请帖，脑海中也想起风红
红羽的来历，那是主脉的天才，年仅17岁就突破到灵文一重。你收下了请帖，并没有过多说话，女子也没有多言。她是靖海侯赐下来照顾你的侍女，和你也相处有了3年，也明白你这个小侯爷的性格，怕是对于那宴会有了兴趣。等女子离开后，你把玩着手上的请帖，轻叹一声，那靖海侯祖父当真是关心自己，身边居然还派来数个林海境的存在日夜守候。虽然是好心，但也让你脱不开身子去前世的故地看一看。还有那埋在土里的通灵宫，短时间是取不出来了。你放下请帖前去参加风红羽的宴会，并不是对于其感兴趣凑热闹，而是借此机会看一看天风王国最为顶尖的年轻一辈有没有能对你产生威胁的，亦或者完成大业能够拉拢的，顺带看看有没有故人之子。5天后，奢侈的府邸中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随意一个拎出来扔到其他地方都足以引发轰动，他们的父辈体内流淌着最为尊贵的血脉。靖海侯府小侯爷道。随着下人的喧喊，众人不约而同抬起头望向一个方向。你眉宇淡漠，浑身散发着尊贵气息，缓缓走进宫殿，扫视了一圈，还真看到了几个仇人后代。你不动声色入主赐座。风红羽见到你到来，神色大喜。族弟，父王天天都在念叨着你，将你描绘成神仙中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也难怪能令父王他记挂在心上。风红羽是当今天风王国王上的第43子，颇得王上喜爱，对待你却是以族弟相称，无疑是想要拉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抬了抬眸，平静道：多谢王上和殿下厚爱。虽是感谢，脸上却看不出丝毫的表情，冷冰冰的一张脸像个冰坨子。风红羽却是毫不在意，天才总有点傲气，更别说让主脉那些老家伙都赞不绝口的天才，他有着足够的信心能够将你收服为己用。宴会上觥筹交错，你也认识了不少天风王国的世家子弟，每一个祖上都有着赫赫战功，其中还有你朝朝暮暮日思夜想的仇人玄武军统帅名扬天风王国的玄武侯玉正德之子。你低下头，眼中已经是杀意一片。玉正德那老家伙生了一辈子女儿，居然最后还生了一个儿子，你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上天送来的恩赐？若是让其最为宝贵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会是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一世的身份尊贵，还花费了那么多逆命点，和玉正德一个后代同归于尽，实在是太亏了。宴会结束后，你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转眼3年，你的修为来到了灵文7重，这一年你16，也结识了众多的天风王国天才乃至权贵，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未来的前途无量，这倒是让你那群哥哥还有那一事无成的废物父亲嫉妒万分。只要你在靖海侯府1日，他们就永无出头之日。风哥哥，清脆的声音传来，一个笑容明丽的15、16岁少女走了进来，小小年纪就有着倾城倾国之姿。怀安公主被誉为这一代天风王国第一美人，是王上最为宠爱的女儿，亦是你这一世的未婚妻。除了风怀安外，那靖海侯祖父还给你网罗了不少权贵之女，想要让你开枝散叶。原来是怀安啊！你隐去眼中的仇恨，抬起眸子淡淡道。风怀安扑棱扑棱的掏出一堆物品，有丹药，有功法，还有灵气。风哥哥明天就要参加武道大比了，这些东西一定对你有用。风怀安将一大把物品推到你的面前，2个水汪汪的大眼睛眯成弯月，俏皮灵动。若是让外人看到天风王国第一美女怀安公主会这样对待一个男子，怕是会有着不少年轻俊杰心碎。看到这么多物品，你脸上也出现了一丝惊愕。风怀安带来的东西不乏价值连城的物品，丹药也都是4品丹药，怕不是淘来的小半国库。你将这些物品推了回去，平淡道：就算没有这些物品，我也依旧是天风王国第一天才。你一口气从王宫中顺走这么多物品，若是被你父王发现，后果恐怕很严重。风怀安连连摇了摇头道：父王他那么心疼我，肯定不会责罚我。风怀安又将物品推给了你，2个腮子鼓鼓的，像极了一只乖巧的小猫。风哥哥，这些物品都是怀安送给你的，你不能不收。你无奈，只得将这些物品收下。见状，风怀安开心无比，你心中却是有着淡淡的负罪感。我如此算计一个小丫头，若是她知道真相，怕是会心中恨极了我。面前的风怀安脸上的笑容不曾褪去，像是身处黑暗中的明月。翌日，天风王国的武道大比，各宗天才云集，堪称近100年来天才最多的一届。可惜的是，这一届出现了一个怪物，哪怕有着天才修为达到灵文3重，依旧无用。灵文境3重和灵文境7重的修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你甚至身子都没有动弹，仅仅是一击就将其击败。前往灵池修炼修为更是更进一步，突破到了灵文境8重。这一世的修行之路顺风顺水，你又在天风武府修炼1年，修为达到了灵文境9重，这才从天风王府毕业，成了天风武府史上毕业最年轻的学子。离开了天风武府后，你并未先行返回靖海侯府，而是先去了天蓝宗，理由是为了印证武学。就这样，你带着侍女护卫和管家浩浩荡荡前往了天蓝宗。半个月后，天蓝宗内，不知小侯爷来我天蓝宗有何贵干？宗主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的年轻少年，你平静道：我想要在天蓝宗修行半年，这是我的诚意，还请杨宗主批准。你拿出一个玉匣子递给天蓝宗的宗主，天蓝宗的宗主将玉匣子打开，一点脸色骤变，瞬间将其合上，满脸笑容道：既然是小侯爷要求，那定然是可以的。不过天蓝宗主的脸上露出些许为难，陷入了纠结。你轻声笑着道：杨前辈放心，我不会觊觎贵宗的核心功法，也不会前往禁地。闻言，天蓝宗主再度喜笑颜开，答应了你的要求。在天蓝宗内，你所谓的印证武学也都是瞎扯的内容，你想要的是见一见故人。1个月后，身边的护卫这才放松警惕，在你的要求下，任由你在天蓝宗内探索。而你也找到了故人的所在之地。竹峰内再次见到李清月，他已经苍老了很多。你还记得第一世李清月前来退婚时那不可一世的样子，现在看到的却是一个孤寂的老人，终日和竹林为伴。原来时光已经过去了快200年，前世种种就连你都已经快记不清了。小侯爷似乎认识老身。李清月很困惑，为什么面前少年看着他的目光透着淡淡的熟悉，像是见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故人。你点了点头道：虽然未曾见过李老前辈，但是常听李老前辈的事迹。李清月自嘲地笑了笑，老身哪有什么事迹，怕都是一些旧人旧事，被人编撰出来供他人取乐罢了。你沉默片刻，确实如李清月所说，他昔日退婚的就是早早被人杜撰成画本，还颇为畅销。可惜主人公最后也未曾像那画本一样名扬天下。你不是萧火火，李清月也不是奈兰嫣然。你似有些好奇问道：李老前辈当初为何要前去退婚？李清月眼中闪过一丝讶然，没想到这个身
身份尊贵的小侯爷居然对于八卦如此感兴趣。他轻叹一声，若是年轻的时候，他定然不愿意谈及这些事，但是现在他老了，经历上次一战后寿元所剩无几，脑海中曾经模糊了的记忆，在这段时间里也越来越清晰。也许多个倾听者也不错。李清月笑了笑，既然小侯爷对于我的故事这么感兴趣，那么我就为小侯爷讲一讲这陈年旧事。你蘸了2杯茶，放在2人的面前，静静倾听着。这一切的悲剧都源于我年轻时想法太过于幼稚，和我定下婚姻的未婚夫只是一个小家族的族长之子，而我被师尊看中，有望踏入更高的修行境界。当时年少心高，自认为天下群英无数，我李清月怎可在一小家族内相夫教子？我李清月虽是女子之身，亦有着会一会这天下群英之志。似是想起年少的模样，李清月的脸上露出笑容。她不曾后悔拜入天蓝宗，也不曾后悔退婚。你沉默了。若是第一世你的确配不上李清月，双方家族只是世交，你和李清月关系不错，也仅仅是不错，谈不上单方面的付出。只是后来你被退婚剧本迷了心智。你问道，李老前辈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前去退婚？面对着你的问题，李清月沉默了片刻，沙哑道：是也不是。若他是我夫，我李清月也认，可他不能是我未婚夫。从小父亲母亲和族人都告诉我，我必须要嫁入他的家族，和他结为夫妻。但是我生来讨厌自己的命运被他人摆布。你一愣，没想到李清月当初退婚居然是这个原因。李清月看出你的惊讶，笑道：小侯爷很惊讶是吧？那些话本中都传言我是个为了前途抛弃未婚夫的人，我也确实这么做了。小侯爷若是这么想也没有问题。你认真的点了点头。第一世你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继续道：李老前辈一生未嫁，可曾后悔当初退婚的决定？这一次轮到李清月愣住了，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记忆中已经模糊掉的人影坐在他的对面，朝着他抛出这个问题。许久，李清月这才回过神来，面前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并非记忆中的面孔。后悔，也许吧。有些时候我的确在想着，当初若是没有退婚，会不会有着不一样的人生？修行之路太寂寥，我也曾遇到过许多的天才，只是都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感觉。若是当初没有退婚，他是不是也不会被仇家所杀，落得个满门被灭的下场？李清月这一生志向更胜众多男儿，一路从小地方杀出，最后成了天蓝宗长老。后悔吗？也许只是人老了又没了念想，看着身边亲人一个又一个离世，开始怀念那段时光吧。但是当年的他不曾后悔任何做出的决定。你心中百感交集，曾经无数次想着再次和李清月见面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却没有想过是这么一副场景。看在你人老可怜的份上，我就放过你一马吧。你内心念叨着前尘往事是非对错，你已经来不及分辨，只知道今后的故人又要少了一位。小侯爷还有什么问题？李清月慢悠悠地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你起身道：多谢李老前辈解惑，改变了我对于李老前辈的印象。李清月笑道：世人的印象那是世人的印象，我只想做好自己，又为何要考虑世人？你没有回话，只是起身告辞，留下一句：作为谢礼，我以靖海侯府的名义起誓，定然会为前辈带回南宫梦的尸体回到天蓝宗。李清月瞪大瞳孔，随后又笑了。他没有说感谢的话，只是朝着你离去的方向喊了一句：小侯爷。你回过头来看向李清月，二人对视了一眼。李清月想到很多年前那个少年，似乎眼神和这个少年如出一辙。李清月想到了很多话，最终化作了一句：还请小侯爷保重。你笑了笑道：李老前辈，你也是。沙沙的竹林之中，最后还是只剩下李清月一人。他孤零零地走向竹林深处，这里有着一个又一个墓碑，记载着故人，有着他唯一的弟子南宫梦，有着他的恩师，有着他的父母亲人，还有一个名叫苏之屋的未婚夫之墓。李清月坐在墓前低低呢喃道：你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200年，你却也未曾来过天蓝宗。另一边，你此行过来是为了了结第一世的恩怨，还为了能送这个故人最后一场。李清月快死了，20年前前世的你和南宫梦战死后，李清月一人闯阵，想要带走南宫梦的尸体，却身陷重围。最后玉正德率领大军及时赶到，这才让李清月捡回一条命。但是那一天他也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势。你叹息一口气，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年少时的恩怨已经不重要了，第一世所存在过的痕迹终究是被时间抹除。7天后，李清月死亡的消息传出，天蓝宗哀伤了片刻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李清月。你释然了，未曾松动的灵海境瓶颈有了变化，索性就在天蓝宗继续居住下来。这一住比起半年的预期更长，直接住了1年。这一年你18，天风王国最年轻的灵海境武者诞生了。前世走到这一步，你花费了70年，突破灵海境，接下来你的道路都要自己摸索。不过还好，这一世还有个天风王国10大强者之一的靖海侯老祖宗，不需要再和前几世一样苦哈哈一个人摸索。你前去祭奠一下李清月后，就离开天蓝宗返回靖海侯府。然而在路上却出现了变故，你遭到了埋伏，一共出动了15位灵海境强者。好打！你们是什么人？居然敢打小侯爷的主意，就不怕靖海侯怪罪下来连累亲人？管家将你护在身后，一众灵海境护卫挡在前面将你保护起来，却是忌惮地看着四周的黑衣人。他们有15灵海境，而你一方就算加上你也只有8位灵海境，实力相差近乎1倍。呵呵，既然我们敢来劫杀小侯爷，那么自然不怕。其中一个黑衣人似是运筹帷幄，开口嘲讽。一时间，所有的黑衣人全部出动，管家拦住4个灵海境强者，朝着你大喊道：小侯爷，你快逃！我为你拖住他们！你也没有犹豫，直接爆发灵海境的气息，击毙了一个黑衣人后，头也不回朝着靖海侯府飞去。该死，他怎么会这么快突破灵海境？其中有着黑衣人猛了，电光火石之间，你的护卫和管家舍命将比他们多出1倍的黑衣人拖住。小侯爷，请恕封顶，再也无法侍奉你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如同地龙翻身一般搅动四方。你察觉到动静，心中知晓管家已经用性命为你拖延到了时机，也不停留，玩命般的冲向靖海侯府的方向。这一世要是这么死了，你会吐血的。远处天崩地裂的景象之中，还有着3个人狼狈的爬了出来，袭击你的15位灵海境，现在只剩下了3人。3人顾不得身上的伤势，激发身体所有的潜能，朝着你逃亡的方向追去。你被一路追杀，终于历经4天4夜的周旋，逃回了靖海侯府的范围。祖爷爷，救命！你朝着靖海侯府的方向大喊一声。顷刻间，靖海侯府中有着数道可怕的目光看了过来，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灵魄境强者。你暗自心惊，靖海侯府的底蕴真是可怕。此刻一道惊天的
怒吼响彻，好打，居然敢对我的麒麟孙出手！老夫上天入地翻遍整个天风王国，也会让你们这些歹徒付出代价。一道庞大无比的灵魄真身显化之手掩盖苍穹，正在后方紧追不舍的三人见状满脸绝望。完了，几乎是瞬间，他们眼神决绝，直接运转体内元气选择自爆。靖海侯脸色难看至极，此刻你却是再也撑不住了，直接元力耗尽昏迷过去，从空中跌落。还好靖海侯眼疾手快将你接住，不管是谁要害你，祖爷爷定然都会为你讨回公道。靖海侯眼神冷漠，若不是他第一时间赶到，他这个寄予厚望的后辈可能就要死在他的面前。接连半个月你这才从昏迷中醒来，看来是你这一世太过于招摇，令诸多势力忌惮，害怕会出现一位比起天风王国那位太祖更为可怕的强者。你只想到这一种可能，但不知道有哪些势力要让你死。只是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现在追杀你的人都死伤殆尽。你忽然想到了某种可能，神色逐渐变得惊喜，还在想着怎么样让靖海侯加入你的复仇大业中。现在这不就是一个机会？你醒了。门外传来关切的声音，为了防止有人在靖海侯府中趁着你昏睡谋害，他一直守候在你的身边。你起身行礼道：多谢祖爷爷救命，要不是祖爷爷及时赶到，恐怕徒孙早已经死了。听到这，靖海侯眼神中闪过一丝愤恨以及庆幸。你放心，有老夫在靖海侯府中你是绝对安全的。那些追杀你的人背后的势力，老夫已经在调查了，不管他是何等的人，老夫会让他付出代价。你问道：祖爷爷现在有了线索了吗？靖海侯脸色阴沉，摇了摇头。不管老夫如何调查，所有的线索都被一只大手无形抹除。不过老夫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了苍蓝王国的密探玉牌。你内心骂道：特么的，又是苍蓝王国！追杀你的人中有苍蓝王国的强者，这一点你不意外，毕竟苍蓝王国和天风王国是世仇。但是追杀你的绝对不仅仅是苍蓝王国。你调整心绪开口：祖爷爷有没有怀疑过一种可能？这一切是有人故意将线索引导到苍蓝王国的身上。靖海侯目光闪烁，淡淡道：继续说下去。你继续道：祖爷爷认为我若是成长起来，对于谁的威胁最大？靖海侯盯着你，你也丝毫不畏惧，和靖海侯对视着。沉默半晌后，靖海侯这才开口道：你应该知晓此事非同小可，对于我靖海侯府而言，一些事情也许会是灭顶之灾，哪怕是胡乱猜测。你平静道：孙儿自然知晓，但是保护我的封顶爷爷就这么死了，他也是孙儿的亲人。这一口气孙儿咽不下去。靖海侯没有呵斥你，只是淡淡道：你可有着什么证据？你摇了摇头，证据孙儿没有，但是在王国内有这么大能量的，除了那一位还能有谁？祖爷爷心中不也是早有猜测，还请祖爷爷替孙儿做主，封顶爷爷不能白白死去。靖海侯嘴角突然咧开笑容，欣喜道：这才是我靖海侯的后代。孙儿放心，封顶的死老夫定然会为他做主。外面的一群蠢货，要不是流淌着老夫的血液，老夫早就毙掉他们了。一群窝囊饭桶。靖海侯眼神中难掩对于你的喜爱，这不愧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后代，不仅仅天赋出众，还极具聪慧，心思敏锐。你看到变脸如此之快的靖海侯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个祖爷爷完全不需要自己的挑拨，早就怀疑到深宫的那位了。刚才的一切似乎是一个考验。靖海侯神秘一笑：你可是好奇老夫知晓幕后真凶是谁，却始终不曾前去讨个说法。你点了点头，这个祖爷爷对于自己多么宠爱，你心中还是知道的。靖海侯冷笑一声：就算老夫闯入深宫讨要说法，找到主脉，也最多是死几个无关紧要的人。老夫的孙儿差点就死了，自然不可能只是死去几个无关紧要的人那么简单。老夫要让那位付出滴血的代价，让他知晓感动老夫的孙儿是否承担得起后果。你看着霸气侧漏的靖海侯好奇道：那祖爷爷要如何去做？靖海侯目光悠悠：那当然是血流成河，想要血流成河，那就要战争。老夫要天风王国和苍蓝王国开战。然后靖海侯笑着看向你：孙儿，你喜欢哪支军团？哪支军团就当做祖爷爷送给你的礼物。闻言，你的瞳孔猛然一缩。当今王上有着玄甲军、玄渊军、玄武军和玄灵军四大军团，其中玄武军的统帅就是玉正德。靖海侯居然要将其中的一支送给你当礼物。你毫不犹豫道：祖爷爷，我想要玄武军。你以为让玉正德付出代价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没想到会这么快。靖海侯点了点头：本侯到时候会让那玉正德做出错误的决定，只需要孙儿你顺手接管他的兵权，在玄武军安排我靖海侯府的人就行了。数日后，一条消息从王都内传出，苍蓝王国刺杀靖海侯府小侯爷，险些让天风王国少了一位无上天才，让玄武军统帅玉正德率领玄武军讨伐苍蓝王国。没有商议，没有拉扯，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玄武侯府凭借着上一次守护天风王国的战功，玉正德在朝廷之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生了个儿子后，儿子还生了个孙儿。玉正德抱着怀中白白嫩嫩的小家伙爱不释手，报侯爷有大事。一个护卫匆匆忙忙闯入，打破了这温馨的一幕。玉正德脸上的笑容消失，充斥着肃杀的气息，说怎么回事？护卫连忙道：侯爷，王上要让元帅率领玄武军讨伐苍蓝王国。玉正德脸上出现一丝意外，他如今贵为四大军团元帅之首，那位王上不会轻易动用他才是。护卫战战兢兢道：是靖海侯府的小侯爷遭遇到苍蓝王国护卫的刺杀，为此靖海侯大发雷霆，亲自前往了王都。之后王上答应了靖海侯的要求，让元帅不惜一切代价出兵为小侯爷讨个公道。玉正德恍然大悟，他还好奇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没想到居然是苍蓝王国做的好事。玉正德虽然也是侯爷，但是这个侯爷远远没有靖海侯的含金量高，因为他侯府中一个灵魄境强者都没有，完全是凭借着上一次打败苍蓝大军力挽天清军功封侯。很快玄武军全军出动，主帅玉正德，你则是监督，身旁跟着一批灵海境强者，其中还有个一声不吭的老人，目光淡漠，乃是灵魄境的强者。你见到了玉正德，这个仇家一个劲的陪着笑容，还将自己的儿子玉天禄介绍给你。你平淡的点了点头，似乎不将一切放在心上。如此生冷的态度虽然让二人吃了一个闭门羹，但是却令玉正德放下心来。看来这小侯爷是一心想要复仇，若是老夫能够帮他出一口恶气，让他欠下人情，未来我玉家定然还能再昌盛个数百年。大军浩浩荡荡一路朝着苍蓝王国出发，还没来得及准备的苍蓝王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你则是静静的看着这一幕，盘算着大军深入的时间，想要让玉正德身败名裂，自然不能操之过急。在2个月后，一条消息险些让玉正德两眼发黑，他的儿子居然一个大意中了苍蓝
兰王国的埋伏，被生擒了。他老年得子，在这个儿子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想要营救玉天禄，但是苍兰王国提出的条件却是让玉正德退兵，他们才会将玉天禄完好无损的送回天风王国，否则只会是一具冰冷的尸体。玉正德咬了咬牙，苍老的身子直接朝着你跪去，小侯爷，求求你救救天禄，他是老夫唯一的孩子，老夫不能看着他死啊！玉正德知道退不退兵的命令完全不在他手上，而是在眼前的青年身上。你坐在座椅上，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淡淡道：“我理解玄武侯的感受。”玉正德神色一喜，难不成小侯爷同意撤兵了？但我知道这战争又岂能是儿戏？我天风王国已经死伤无数将士，若是如此轻易撤退，又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将士？这一场战争又岂能因为一个人的生死而决定？玉帅，请回吧。你挥了挥手，让跪在地上的老者接受命令。没有你的允许，若是玉正德撤军，那就是罔顾王令，他所得到的全都会在一夜之间化作乌有。只需要你3言2语，就可以将玉正德宣布为投靠苍兰王国的叛徒。玉正德抬起头惨笑一声：“小侯爷，老夫知道了。”他有一句话没说，也不敢说，他想要问你这一场战役因为谁而开启的，但最后一丝理智克制住了他的想法。玉正德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营帐，营帐内你悠哉的饮茶，身后的灰袍老者却是不屑一顾道：“一个没有灵魄镜坐镇的势力，注定只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我封氏让他生，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侯爷；我封氏让他死，他就是砧板上的鱼。”你呵呵一笑，这该死的世道，还真符合玄幻世界以武为尊的特色。苍兰王国看到天风王国没有撤军的想法，直接将玉天禄压到阵前：“爹，救我！我不想死！”玉天禄跪在高台上，身旁还有个刽子手，手提着大刀放在玉天禄的脖子上。玉正德唇齿发白，老泪纵横：“天禄儿啊，不是爹不想要救你，而是爹不能救，爹也不敢救。”玉正德喉咙滚了又滚，半晌后才沙哑地挤出一个字：“杀！”大军压境让苍兰王国的将领脸色十分难看。高楼上刽子手得到命令，直接将玉天禄的天禄砍了下来。见到这一幕的玉正德眼神呆滞，直到大军将苍兰王国的军队击退，他这才木讷地走到玉天禄的尸体旁，将头颅放在无头的尸体上一次又一次，还请玉帅节哀。你走到玉正德的身旁，语气平淡。恍然惊醒的玉正德抬起头，对上你平淡的目光，你看到的一双怨毒的目光却是不以为意。只要玉正德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出手，随随便便都能将这个玉帅碾死。玉正德忍住了，这让你有些无趣，但是这场游戏还能多玩上一回，不至于这么快结束。回到营帐内的玉正德再也控制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在面前，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大的惨剧莫过于此。他只希望能够快点结束这一场战役，回到玉家。可惜你还没有尽兴，自然不可能让玉正德退出，他只能沦为鹰犬，随着你的指示行动。在1个月后的某一天，玉正德收到了一封神秘信件：“王上，他要借此机会联合苍兰王国除掉小侯爷。”玉正德瞪大眼睛，他不会认错，这份信件是王上所写。玉正德恍然大悟，小侯爷这样的天才，对于任何一位掌权者而言都是大忌。玉正德对你有恨，恨你对他儿子的见死不救。果然不出老侯爷所料，这位王上还真是不死心。跟在你身边的老者冷哼一声，在他的有心关注下，玉正德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你则是陷入沉思，这特么还不死心？到底是那位王上太蠢，还是他故意的？你感觉局面有些扑朔迷离，若是太蠢了还好，若是刻意的，你就不得不重新评价一下那位王上了。玉正德对此一无所知，他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哪怕只有一丝机会，他都选择赌一把。最终大军深入，玉正德调走了守护在你身边的护卫。夜黑风高，有着一道身影飘渺的出现在营帐中，但你对于一位灵魄境强者的到来没有丝毫意外。你身后的灰袍老者认出来人，一言道出他的身份：紫殿侯。没想到苍兰王国居然会将你派了过来，这一幕让紫殿侯心神大颤，不好，中了请君入瓮之计了。意识到不妙的紫殿侯当场就想要撤退，但是老者干枯的手掌却是握住了一柄长枪，神魄之力爆发，原本的黑夜被映照成白昼。看到这一幕的将领纷纷意识到不对，大喊道：“保护小侯爷！要是小侯爷死在这里，他们这些在小侯爷附近的恐怕全部都脱不开关系。”是你，惊鸿枪主，你居然还没有死去！紫殿侯惊恐不已，一枪惊鸿曾经惊艳了数个时代，纵横周边诸国，已经过去了500年了。许多人都以为惊鸿枪主早已死去，现在居然活生生出现在紫殿侯面前，这可是灵魄5重的强者。紫殿侯不过是灵魄3重，哪里还敢交战，只想迅速撤退。但惊鸿枪主又怎么会允许紫殿侯从自己的眼前逃跑？该死的玉正德，你害惨我也！这就是你口中的普通灵魄境，平平无奇的老者。紫殿侯骂骂咧咧，惊鸿枪主放在苍兰王国绝对是排得上前10的强者。紫殿侯的声音，地面上众人能清晰的听见，他们的眼神中很是骇然，这似乎是他们的玉帅想要勾结苍兰王国谋害小侯爷。想到这种可能，他们不禁毛骨悚然，恐怕有着大事要发生了。玉正德正在营帐中美好的想着，若是你死了，他就能够顺势退兵。然而紫殿侯的话打破了他的幻想，玉正德不可置信地走出营帐，亲眼看到紫殿侯被熟悉的灰袍老者追杀，他的脑海中陷入一片空白。很快，有着数不尽的士族将军护卫将玉正德团团围住。你不急不慢地凑近，见到你的玉正德脑海中轰隆一声晴天霹雳，双腿一软，居然直接跪在地上。小侯爷，这不是我做的，真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勾结苍兰王国谋害你，这一定是苍兰王国的离间之计。玉正德还在据理力争，企图让撇清自己的嫌疑。你只是冷冷道，将他压下去。左右护卫一拥而上，玉正德还想要挣扎，却很快被制服。玄武军顺理成章被你给临时掌管，惊鸿枪主也将紫殿侯的头颅带了回来，这让你感慨真是个猛人。掌管玄武军后，你直接把将领重新洗牌了一遍，所有和玉正德有关的众人都被废除修为，关押了起来。你率领玄武军象征性打了几场后就班师回朝了。天风王国，随着你回朝，一条消息在天风王国内传开，玄武军主帅勾结苍兰王国，想要谋害靖海侯府的小侯爷，差点葬送了100万玄武军，最后被小侯爷识破，力挽狂澜，还逼迫苍兰王国签订一系列条约，大获全胜。南宫梦的尸体时隔数十年也被你送回天蓝宗，归于故宗。王上大喜，册封你为冠军侯。少年封侯在天风王国内迅速成为一段佳话。王都的酒楼山，你俯瞰
看着下方。自从那一日后，玉正德就彻底沦为勾结苍蓝王国的叛徒，可惜早早死在了狱中。下方，昔日的玉家地位尊贵，现在却沦为阶下囚，一个又一个被无情的斩首。你看着这一幕，轻声一笑，天道好个轮回，靠着抹去你前世所有功绩发家，却被这一世轻易弄得生死族灭。风哥哥，你在看什么？风怀安嘟嚷着开口，难得和心上人见上一面，他这个天风王国第一美人你不看，反而是望向窗外。你回过头来笑了笑道，没什么，不过是看到一些场景让我想起来一些往事。怀安，明年我就迎娶你，好不？听到这句话，风怀安白皙如玉的脸庞肉眼可见的沸腾，好半晌才低低道，你可不要食言。你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笑容，我定然不会食言。夜晚，等到风怀安返回宫内，你轻叹一声，真是个傻丫头。不过有了王氏的身份，能够做的事情就更多了。1年过去了，你的修为勉强来到了临海2重，这一年你20岁，也如约迎娶了风怀安。整个静海侯府热热闹闹，天风王国第一美人嫁人了。酒楼中的酒当天被一扫而空，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俊杰哀伤忧愁，但那位是天风王国第一天才，实在是太过于耀眼。和风怀安成亲后，你也正式接管静海侯府，你的哥哥们和父亲对此很是不服，恨你夺走了他们的权利。在一次路过北风城的路上，你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出现时则来到了昔日的故地，这里布满灰尘。你看到后院的山上立了一些墓碑，墓碑上还留存着一些酒和祭品，是李明吗？你想到前世的发小，你没有动这些物品，朝着江父江母王白鹿还有自己的儿女依次一拜。放心，很快我就会让风氏一族付出代价。你心中呢喃，你顺着前世留下的印记将通灵宫挖了出来，这是你复仇的依仗。静海侯府内，祖爷爷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功法，从震惊变成欣喜，从欣喜逐渐变得凝重。当今天下有着王级功法的只有2处地方，第一风氏的主脉，当今王上才有资格修行；第二太原李家，李神话留下来的功法，可惜李家无一人领悟，现在又多了一处。祖爷爷先去闭关吧，说不定祖爷爷能够在通灵宫上找到能够更进一步的契机。你笑道。静海侯心中感动，自己生的一群废物中总算出了一头真龙。等到静海侯开始闭关，你的神色恢复平静，将通灵宫交给静海侯是故意的，毕竟他是你手上的最强战力。你想要对主脉出手，还得看静海侯是否能够参悟通灵宫，若是能够更进一步，干翻主脉的把握也就大1分。至于静海侯会不会对付主脉，你微微一笑，这自然是肯定的。世人都有着欲望，有了实力之后，那些欲望会被无限巨大化，而你还需要一个契机，好父亲、好哥哥，还有好王上，这个契机还得麻烦你们了。你低声一笑，你知道这些人不会放弃想让你死的想法，而你也等不了多久了。要是再过上几十年，也许你这个假天才就要露馅了。你的生命流逝太快了，只能依靠秘法遮掩。10年后，静海侯府在你的治理下井井有条。静海侯自从得到通灵宫之后，就直接闭关，中间只出关1次，给了你完整版的通灵宫，然后继续闭关。风怀安静静地依偎在你的怀里，像是一只安静的猫咪。怀安，你想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这个国家最为尊贵的人？你略带笑意的声音响彻在风怀安耳畔响起。风怀安摇了摇头，我只想我们一家现在就这么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你无奈道，若是你的父王忌惮我，想要杀了我呢？风怀安瞪大眼睛，扑棱扑棱地摇了摇头，这不可能，父王他怎么可能会想要杀了你？你可是父王的冠军侯。你笑了笑，没有回话。又过了几天，你带着风怀安还有自己的孩子以及一众护卫离开了静海侯府。百花谷的花开了，风怀安心心念念，你也就带着他前去看一看。你离开后，静海侯府多出一道阴影，嫉妒地看着你离开的方向。那老家伙神神秘秘的，一定有着惊天秘密。一个杂种也想要抢夺我的侯位。这一次的天罗地网，看你如何活下来。不出意外，在前往百花谷的路上，你遭遇到了埋伏。这次一共有着接近20位灵海境强者出手，每一位的气息比起10几年前遭遇到刺杀派出的那些灵海境要强上许多，甚至还有一尊气息宛如深渊般的身影。这是一位灵魄境，你身边的护卫被斩杀殆尽，连带着你也是身受重伤，拼死保护着风怀安还有自己的孩子。是谁？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袭击我夫君？风怀安看着身受重伤的你，想到了你所说的话。风怀安抬头看着那道灵魄境的身影，问道：你是我父王派来的人？公主。那灵魄境的强者情不自禁开口，很快意识到了什么，语气颤抖道：怀安公主，你千不该万不该问出这句话。风怀安嘴角冷笑，难不成我要亲眼看着自己的丈夫死在面前，然后自己因为昏迷意外活了下来，让我的孩子一无所知的继承静海侯府，然后看着静海侯府一点一点被蚕食殆尽？不经意间你笑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一道长枪如同山岳般从天而降，来不及躲闪的灵海境全都在一瞬间化作齑粉。一位灰袍老者踏着虚空从远处而来，散发着无与伦比的压迫。惊鸿枪主，是你！灵魄境的黑袍人惊呼一声，还好老侯爷担心婵儿的安危，派出老夫在身后暗中跟随，没想到你们居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三番两次要置小侯爷于死地，甚至歹毒到连亲生儿子也想要杀死。惊鸿枪主冷眼地瞥向黑袍老者身后的一道身影，那道身影被惊鸿枪主注视着，居然头也不回直接逃跑。然而惊鸿枪主只是抬手一挥，一道枪影掠过，直接将欲要逃跑的之人贯穿，敌人全军覆没，最后的胜利者是你。返回静海侯府，你重伤昏迷，风怀安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等到你醒来，风怀安轻声道：夫君，我想要让我们的孩儿成为这个王国最尊贵的人。他下定了决心，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你心中喜悦，明白时机即将成熟。翌日，你将自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抓了过来，在你的手上出现了一份名单，照着名单，你每经过一处地方就有一个头颅落地。风子安从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一天，一个个熟悉的头颅咕噜噜的滚落在地上。你走到风子安的面前，还记得昔日就是这货想要让你沉迷于杂物荒废修为。风子安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九弟，我真的没有参与谋害你，你要相信我，我相信子安哥没有这个胆子。你点了点头，然后轻声一笑，但是子安哥，你的娘亲可是重金求了2次灵海境的杀手参与此事。风子安瞳孔猛然一缩，随后头颅落地。片刻后，你随意将手中的名单撕碎撒在地上，名单不过是随手捏造的。现在静海侯府的直系血脉只剩下你一人，若成王，你就是唯一的王。转眼20年，你的修为突破了灵魄境，方圆数千米的范围全部都在自己的掌握之内，一念之间足以改天换地。
毕，你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哪怕突破灵魄境，也最多还能活个5、6年。这20年来，那位王上所作所为越来越过分，开始削弱你们这些旁系，所能够使用的武道资源越来越少，也有着越来越多的旁系子弟被迫害，其他的几个侯府也苦不堪言。你望着手中的玉简，写下了6个字：清君侧，靖国难。你已经没有时间等待靖海侯突破了，再熬一熬，靖海侯能不能突破到半步通玄你不知道，但你可能要先一步入土了。你要联合其他的旁系一起反了，干不死天风王国也要干残，然后让来世来收尾。有着封淮安出面，此事很快就促成。一时之间，天风王国陷入了史上最为残酷的内乱，8大侯爷全部同一时刻造反，牵扯进来的灵魄境强者都不下于20个，其中神龙不见百尾的10大强者有着7人都参与了战役，大江大河尸横遍野。淮安，你说这天下会怎么看待我？你看着自己亲手造成的一幕幕，拉着封淮安的手平静地问着。封淮安笑了笑，夫君若是功臣，那就是忠心之祖；夫君若是失败，淮安也会随着夫君一同踏入九幽之下，又何必担心这天下人如何看待你？沉声道：成王败寇，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封淮安柔声道：在淮安心中，夫君永远都是王，老夫老妻的。莫名觉得有些感动，怎么回事？你抱过封淮安，心中呢喃着：对不起，这一世在童年得知到江家死讯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你所作所为不过是为前世讨一个公道，当选择燃烧寿元加快修炼的那一刻，注定只能走上一条不归路。你不是比肩太祖的天才，也不是媲美李神话的妖孽，只是个燃烧寿元的7名道士之徒，是否值得你不知道，是非对错你无心分辨，但你只能以身入局，胜天半子。